大家好，挖这种蓄水池需要很久吗？只要挖起的土方有先安排好，其实就还好。尤其现在只是进行修整加大，不过这种作业只有一次拍摄的机会所以就尽可能的将所有细节入镜。而如果你没有现成多余的瓦片或是砖头，就可以用轻便一点的杂草抑制席或是防水布不但轻松容易之外呢，效果还可以更好。在此使用瓦片的目的，只是在发掘瓦片的残余价值而感觉做起来很慢，除了跟天气有关，因为是反向操作，由上往下做让施作的过程中保有储水的功能。有水可用，自然也就不急粗重的工作一天做个半小时就好而虽然时常下雨，但也未见得是坏事除了可以让挖掘的土壤比较松软，也刚好可以看一下积水的情形，来就地调整挖掘方向的设计与深度现在拆掉瓦片的是原本的边界，这上方瓦片的用途主要是挡土与美化。挡土挡的是避免上方土壤滑落水池，来减少清淤的麻烦。现在可见瓦片铺设的位置比水池高省事的方式就是继续将两侧连接起来。由于瓦片有卡榫的效果，地面只是土壤，要达到基本整齐的要求也不难这一侧因为瓦片不会接触到水池，所以当初设立的时候是让瓦片笔直站立。为了维持稳定笔直，瓦片得埋入土里约10公分此侧上层瓦片串联连接后，完成度已经有90%。等待好天气时，将水抽掉，制作下层时再做个微调，侧边就可以非常稳固了。而这一侧的做法，瓦片会摆得比较深瓦片的最上方只会略高于行走的走道，用意是遇到连续降雨时，可当滞洪池使用之外，过多的水量得容许溢满出来。毕竟完全要靠瓦片把水封在内部完全要靠土壤的力量，所需要抵抗水压的支撑力会非常困难。因此摆设的方式大约80度倾斜，靠在岸边水池内部水太多的话，水压会让瓦片更贴紧壁面。因为感觉又要下雨了，这等天气好一点，瓦片内部还会进行补土。土壤可以提供刚性材料额外的附着力。遇到大雨时，瓦片下方无水的话，单靠瓦片的重量就足以封住边坡。大致挖好底部的深度后，又开始起风了。避免雨水将侧边的土壤冲刷下来，就先简单利用瓦片卡榫的特性，先逐一将瓦片摆放上去。这只要底部有挖平，瓦片因为是倾斜摆放，很容易就可以摆放得很整齐。最麻烦的就是天气刚凉一点就又要下雨了，施工时间算是比较麻烦了。瓦片摆放进入尾声，验收大将隔壁小黑才姗姗来迟为了避免他过于激动跳下来，也就暂时收工。从另一侧角度观看初步摆放的方式，可以想象后续的发展吗？由于有台风要来，也为了更为省事制作虹吸蓄水池的工程也做了一些微缩的程序
希望下一部影片可以将蓄水池完成之外，如何进水与使用的方式也可以好好呈现。谢谢收看。